癌症是新加坡的头号死因。是的，男性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呢，普遍是比女性高，但是这个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小喽。那每年的10月呢，就是乳癌的易逝月。那其实有25%的乳癌是可以预防的。没错，方法就是定时筛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所以今天要聊的就是如何防癌。快熟面、便宜、腌制肉、放在车内的矿泉水，哪一些会致癌呢？熬夜也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吗1级、2A 级、2B 级致癌物为何分成好几种等级？还有乳癌康复者分享经历，警惕世人。全在这一期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虽然本地的癌症发病率呢是逐年增加，但是整体的死亡率是很明显下降的。而且10大常见癌症的5年存活率呢也提高了。好，现在呢马上邀请到就是这方面的专家，有请肿瘤内科医生黄醒荣、洪卫芳以及徐明杰，欢迎3位，来，请坐，来。OK， 我想请问一下2位，你们对这个癌症的认知有多少？我家族也有这些亲戚，我最亲近的人也是过世，就是外甥啊，也是癌症过世的。我叔叔也是癌症过世的，我爷爷也是癌症过世的。那大概知道他整个过程呢，也是蛮辛苦的，我觉得。明杰的。其实我之前有陪我干妈去做 chemo， 然后去医院，我有看到其他的患者，我的心里是蛮忐忑的。是。医生，现在是不是真的这么的普及啊？癌症？是的，以新加坡为例子的话，全部新加坡国人呢，每3到4位就会有1位在一生中会患癌。几位啊？3到4位就1位嘞！哇，天哪！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迷思的环节了，是，好不好 ？OK， 注意听了，第一题了哈。那么想请问一下，大肠癌为新加坡男性癌症的头号杀手，真的还是假的？哇，真的，明杰也是真的。我跟你们不一样啦，假啦，所以你看试一下啦。所以你看这个人真的没用，还称什么好兄弟？我是猜的啦，但我又想说是不是肝癌？我好像有听过，有听过这样的事，他是头号杀手的。我有听过，但是我觉得不一定是第1名，有可能变第2名。OK， 分的。医生，正确答案是真还是假？假。假的，头号杀手是肺癌。这个结直肠癌是新加坡男性的第一高发癌，就最常见的。最常见。对，以高发癌来排名的话，那结直肠癌下来是这个前列腺癌，再下来才是肺癌。是。但由于这个肺癌的治愈率非常低，而这个结直肠癌的治愈率相对高，比较高。所以如果以这个致命癌来排名的话呢，这个肺癌就跳跃到第1位。了解。好，准备了哈。第2题了，请听好了。请问癌症患者需要减少蛋白质的摄取，真的还是假？假的，明杰讲假的。我只听说过癌症病患呢是要避免糖，不过我没有听过要避免蛋白质，所以是假的。假的。因为我觉得癌症患者不需要减少蛋白质摄取，他需要更多蛋白质吧？我觉得。因为蛋白质是我需要肌肉我们需要有肌肉也来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大家都答对了。假的，厉害。对，因为癌症的患者呢，因为这个癌细胞会分泌一些分子，使到我们的肌肉啊，就是身体里头的那个蛋白质流失，而且会分解。那如果在饮食方面还缺乏蛋白质的话，就把这个问题给加重，就更严重。那影响到肌肉的功能，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自顾了。好了，第3题迷思来了啊！好，人类与生俱来就有癌细胞在我们的体内，有待爆发，真的还是假的？真？我觉得应该假，应该不是癌细胞，应该是有肿瘤啦，但还没有变成癌啦。我觉得我们人体是很奇妙的啦，可能就有很多细菌可以跟我们的人体共存啊。是，我觉得癌细胞也同样是共存，但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基因的突变，使得癌症变坏的。我们身体上的细胞里面就是有存在癌细胞的基因在里面，它会突变，也是属于我们细胞的一部分嘛。是。对，黄医生，正确答案真的还是假的？是假的。假的。这癌呢是一个后天的问题，不是一个先天的问题。刚才你们提到的基因的突变是正确的，不过那个是后天的。好，来第4题，请注意了啊！每日睡超过9个小时会增加患癌的风险，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这个好像我有听过，不能超过睡
超过9个小时，好像多睡一次会致癌。我好像那你要不要翻过来？哦，我觉得睡觉就是人体的细胞在休息，怎么可能会患癌呢？超过9个钟，其实我觉得还好，我反而是觉得对熬夜啊，我熬夜比较觉得熬夜伤身体。对，来，黄医生，正确的答案是是真的。吓了一跳哎，真的，是超过9个钟啊，真的我都吓了一跳，为什么？在日本和欧洲都有这样的研究，就是如果是睡眠超过9或10个小时，患癌的概率呢会比较高。为什么？对，在西方国家，他们就发现，尤其是男性那些体积比较大、严重打鼾的那些人，他们患结直肠癌的概率会提升30%。哇，女性到某个程度也会受影响。如果是睡的时间太长或者太短的话，对我们身体的昼夜节律会干扰到，对身体里头的内分泌它就也扰乱，所以可能它抑制癌细胞转变的能力削弱，或者它可能还会推动癌细胞的生长。OK， 来第5题了，请听清楚了，请问血浆中癌症标志物结果是精准的，对还是错？因为我有试过，我的血液报告出来说看什么哥有高，是，然后就去查，就他说是可能肝啊什么，查了之后就没有，就是发现没有肿瘤的东西了。它的那个标准在哪里？所以我问一很明显的下，答案就是假的，对不对？是假的。用这个肿瘤标注来做癌症的筛查的话，会有误导性，对，它会有所谓的假阳性。其实我觉得用来做筛查的用处不高，不过如果已经患癌，而这个肿瘤会分泌这个标志物的话，你可以以那个指标的升降来判断那个肿瘤的控制是否好，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比较有用。OK， 好，来第6题，请听清楚啦。癌症复发如果发现及时，仍有可能根治。根治 OK， 不觉得我比较乐观啦。 OK， 来，医生，正确答案是乐观。是假。无论你在初诊断的时候，到底是第1期、第2期、第3期，它复发的时候，一般上都不在原位，都已经转移到身体很多的部位。要根治的话很难。那最近大家不是在媒体听到英国凯特王妃，对，她患癌了，手术过后就做预防性化疗 （preventive chemotherapy）， 讲的就是这一套，就是说这个辅助化疗，手术过后做化疗，把那些癌细胞完全给扫清。那其实刚才我们都有聊到，像诱发或导致癌症的这个因素有很多啦。然后刚刚也提到说，基因突变这一块，是不是癌症就是因为基因突变？对，因为基因呢，就是肿瘤的这个行为守则了，它控制了正常细胞的或者肿瘤细胞的一切新陈代谢，所以正常细胞它的这个 DNA 是正常的，所以它的行为守则是正确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如果出现了突变，这个行为准则就改写了。改写那细胞就失控，所以它就能够很快速的增长，得到永生，变成癌细胞。但不是全部的基因突变都会引发癌症所以只是某些我们叫做驱动性的基因突变，它会激活一个生长的信号通道，那细胞才能够增生。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基因突变的累积，最终细胞才完全失控。一般是年长者患癌的概率比较高。在新加坡，这个患癌的中位年龄65岁，如果是50岁以下患癌的话，医学界的看法就是这是年轻患者。那我也听说过一些出生的婴儿，他们也有患癌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会这样？只有2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是因为它遗传到问题的基因，是，他的家族有这个家族史，每个孩子都会从父母那里遗传到2个染色体 chromosome， 来自母亲的一个，来自父亲的一个。如果其中一个其实已经有缺陷了，那只剩下一个，如果另外一个副本出什么问题的话，就完全失控了。所以他们患癌的概率相对高。不过有很多例子，很多小孩很小的时候就有白血病 （leukemia），俗称血癌。那很多这种情况，什么造成基因突变呢？医学界还是摸索不清楚，还是一个黑箱。好，那么下一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致癌物。好，稍后见。
欢迎饮食治疗师卢慧欣加入讨论啊！你好，好，大家好，谢谢。欢迎欢迎欢迎。那么其实有些时候真的很纳闷，因为我们从媒体那边就看到这个谁谁谁啊，实验证明啊，这个能够致癌，那个能够致癌。所以我现在想问一下，那些所谓的谁谁谁哈，他到底是谁？最权威的大概就是 IARC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OK， 称作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它就把一些可能致癌的一些因素列了一个清单，将它们分类。如果是肯定会致癌的话，就属于第一类。那如果是很可能致癌，那就2A 级。如果是说有可能致癌，但还存在很多的争议，那就2B 级。如果到目前还不明确，来做个判断的话，那就是3级，就是不明确了。明白明白。所以其实这个会不会致癌也有分食物类或非食物类了哈。你们也是听很多说，哎，你不可以吃这样多，等一下你会中 cancer 啊，一定有很多。所以今天开放，对，来小酌。喝酒，对，酒精会吗？对，酒精肯定会提高患癌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概率。不过男性有些时候适量喝酒的话，寿命会延长。对这个酒精对一些心脏疾病、冠状动脉疾病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当然，如果越喝越多，开始酗酒的话，那死亡率就升高了。如果是女生，就是完全没有好处，它会提升乳腺癌的风险，因为这个酒精干扰到叶酸的这个代谢。所以，如果女性朋友们喜欢小酌一杯的话呢，那可以服一点叶酸的补充品，就能够把风险稍微降低一点点。现在市面上很多人都用 air fryer， 那是用 air fryer 安全吗？是安全的，因为它其实呢是用一个高温度让空气呢变到就是加热，然后呢从而高压让到食物煮熟，所以是不会导致癌症。对，但是还是要比较小心，是如果我们过度的烹饪食物到我们的烧焦，那其实可能也会影响癌症。是 OK。我们习惯性在外面打包食物，对吗？他们会有保丽龙盒或者是一些塑料的盒子，对不对？那其实这些是安全的吗？我们听到的是会啦。对，不管是保丽龙或者是这些塑料容器，其实呢，它们都是安全使用。但是买回来的盒装再继续的储存一些食物，其实呢，我们不建议再重复性使用。我们担心的其实是有些塑料里头的一种物质叫 BPA， 就 bisphenol A。双酚 A， 你看那些塑料容器呢，都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再循环标签，里头有一个号码，有一个编号，所以是从1号到7号，3号和7号里头是有 BPA 的，不太适合用来装食物或者饮料。只有5号的能够放进微波炉里加热。对，如果是不适合加热的，你放进微波炉加热，那一些化学物质流到食物或者你的液体里头、饮料里头的话，就可能对健康有带来问题。那如果是你有一罐矿泉水，你放在车里面，你忘记它曝晒过后会有问题。隔夜。暂时呢还是没有研究显示说它会致癌，尽可能说不太建议重复使用，这是第一点。那当然是要选择一些可以比较安全饮用或使用的一些容器来装我们的水。那食物方面据我了解，像什么咸鱼啦，是什么加工肉类啊，那种什么腊肉什么，都是高危的致癌物，对吗？对，没有错。其实呢，咸鱼呢，还有我们所说的加工肉类，譬如说我们平常很喜欢吃的腊肠、香肠、午餐肉，没有错，或者是说一些我们的火锅料。我们的猪肉丸或者是牛肉丸，这些都是类别1的，是1它是致癌物，confirm 会导致癌症。像比如说咸鱼是导致什么癌症？其实呢，如果大量摄取了，其实它会影响2个癌症比较多。那第一个是我们的鼻咽癌，对，那第2个其实会影响胃癌。好像现在很多人喜欢吃 kimchi， 而且人家有讲 kimchi 好对咯，是，对啊，所以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好，其实它有好跟不好，因为他们在制作的过程中都必须要用到大量的盐去腌制。根据 IRC， 大量摄取盐也是会影响我们患胃癌。OK， 那还有分嘛？红肉、白肉对吗？我这边有一个区分法，他们讲说4只脚的算红肉，2只脚的算白肉嘞。说的没有错，李腾。其实呢，我们红肉是指4只脚的哺乳动物。猪肉是红肉，牛肉也是红肉，羊肉也是，羊肉也是红肉。那鸭肉其实并不是红肉，算白肉，它算是白肉。是啊。对。
红肉其实呢，跟着这个 IRC， 它其实是证明它是2A 的级别，所以是有可能导致癌症。打个比方，一天如果摄取100克，其实会增加患大肠癌的风险为17%。我常那吃没有就很快了吗？就一个手掌这样很就是快一个牛排的量啊。对，所以还是要适量的控制我们的摄取。泡面也是，泡面它算加工食品，它不是加工肉类，所以它是一第几级的？一嘞。快手面暂时还没有级别。那如果说像快速面有分油炸过的跟风干的，有些有2种，是有没有说哪一个会比较 OK？风干的会比较好一点，因为风干毕竟没有经过油炸，所以油脂会比较相对于少一点。那普通的那种 instant noodle， 我们的快手面其实经过油炸，那当然增加体重的那个几率会比较大，而且调味包也是很重要，因为毕竟还是比较鲜。对。现在有些长辈他们就说手机不要放身上对啊，会致癌了。这你们谈的就是辐射的这个辐射的风险问题啊对了，这个辐射呢能够分为2类，一类呢就是危险的那种，我们叫做电离式辐射。OK 这种不太有危险性的叫非电离式辐射。那种电离辐射的，它的频率很高，所以如果人体接触到的话，它能够改变身体里头细胞的基因，造成突变。而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就是阳光的紫外线呢，就在这个电离式辐射的那个范围了，所以皮肤癌的概率有可能会升高。那种非电离式的，它是低频，一般上不会造成基因的突变，不会导致癌症。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这些辐射，多半都是这种非电离式的辐射。微波炉的微波就让我们可以加热食物啊，射频就让我们的手机能够有信号啊。一般上这种是不会致癌的，不过还是有一点争议，因为这个手机的这个射频呢是世界卫生组织 IARC 把它列为2B 级致癌因素，就是有可能提高一种脑癌，叫做大脑胶质瘤的这种癌的这个风险。不过，其实我们每天接触的辐射量呢是相当高的，那每10天的这个自然暴露，相等于拍了一张肺部 X 光。说1个月拍3张啊你？这是对的。每一个月呢，我们就无形中就拍了3张这个肺部的 X 光。也有朋友告诉我说，如果你装修完了房子，不要马上搬进去，因为也有一些化学的物质，他说会导致癌，这个是真的假的？那我看你指的大概就是 formaldehyde， 就是甲醛，这种一般上是用来做防腐作用。我们的世卫组织把它列为1级的致癌物质。1级啊？对，1级。好像鼻咽癌啊、白血病啊都可能出现。OK， 那我们现场还来了位朋友啊，跟我分享他的一些经历啊，欢迎傅琪。嗨，你好。欢迎。那想问一下，就是你什么时候发现到你有这个乳癌的？我2019年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一直出差都在国外，就是好像周一飞，然后周六回来，礼拜天马上又要飞啊，对，这样。有一天我们工作有做慈善的那种活动，有一个阿姨来教我们，然后她就说你们年轻人一定要定期自检啊，不要说没有可能啊。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I should do that， 然后我就开始自检，然后在我的胸骨旁边feel 到一块小小的肿块。女孩子来月经的时候，通常乳房都会有一点 bumps and lumps。所以你那时候你不以为意啦。是2个月过后呢，我就开始有一点阵痛啊，有一个时候我摸它就变硬。也变大，然后我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应该去见一个 specialist。2020年确诊那个 stage 2是乳癌。医生 stage 2在乳癌这方面是不是还是属于初期是吗？对，还是初期，要么就是那个肿瘤的直径相当大，大过2个公分。那你的多少公分？5到6公分。5公分算大吗？大。就是那6个礼拜以内变成那么大的。突然间。对，我的乳癌的 type 需要先做化疗。你那个化疗是多久做一次？21天做一次，总共做6次。那有经历什么副作用？所有的副作用都有。对，然后我去看医生，医生跟我说化疗的时候，他说一定会头发掉光。我说为什么你跟我说这个？四肢麻痹啊，然后那个手指头、脚趾头好像积血。淤青这样。化疗后第3天，其实你会觉得好像在吃金属，喝水也是觉得好像在喝 hand sanitizer。你的那个味觉会变。这个脱发的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乳腺癌的病人要用的那种药物刚才提到的那种
手脚发麻、神经病变，是因为大概用了紫杉醇这种类型的药物，所以有这个问题。那时就是我6次 chemo， 第3次副作用是最严重的。对。其实我想放弃，放弃算了。但是第3天失去味觉，可是到第11天呢，其实那个味觉会渐渐回来。然后你就觉得，其实我身体在康复中。然后化疗后呢，就是去动手术。然后动手术最后取出来的那个肿块只有1公分。哦，还有缩小。对，它缩小。对。那傅琪，你现在是进行这个治疗后第几年？现在是治疗后第4年。然后我现在是吃抗荷尔蒙药，还有打绝经的针，每6个月见一次肿瘤内和外科。然后这个要维持大概5年。那就快了嘛，现在都4年了嘛。对。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分享？是。有，就是不要害怕去体检，是。然后也不要延迟治疗时间。其实新加坡有很多癌症协会啊，什么都有很多免费的那种检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我觉得。医生有没有什么忠告？是关于防范这个癌症这一块？从我们的作息咯，就是不要碰烟草，不能酗酒，是。对红肉的摄取，尤其是加工红肉，要注意，一定要尽量减少，咸鱼少吃，尤其是低于10岁的小孩子，他们的伤害比成人还要大。10岁以下的小孩吃咸鱼伤害更大，对，避免喝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阳光的暴晒时间不要太长。身体不可以超重。是 OK， 好，这是真的把我们今天的这些精华都讲出来，然后真的是知易行难，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去做了哈。好，希望大家可以从我们这一集获益不浅了哈。是，真的是要谢谢黄医生还有慧心，谢谢傅琪的分享，祝你幸福健康。当然也要谢谢慧芳姐还有这个明杰啦。好，请跟我们继续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下次见，谢谢。